我觉得我小的时候是一个比较可爱的孩子，我觉得我不奇怪。我跟魏轩不太一样，我小时候不喜欢跑，也不喜欢跳。冬天的时候很冷，我容易感冒。你们猜我会做什么？你不会吃掉吧，志飞？你可以舔一舔，还挺好吃的。所以小时候每次感冒都是有一个新的零食。大家好，欢迎来到小瓜 Chinese 的播客。现在是6月，我们要祝大家儿童节快乐。今天是范范和魏轩，我们3个人一起录。范范，今天我们要说什么？今天我们要说一说我们小时候的事情。我们会给大家说我们小时候的故事。魏轩，你小时候是一个奇怪特别的孩子吗？我觉得我小的时候是一个比较可爱的孩子，我觉得我不奇怪，但是我做过很多奇怪的事情。你做了什么？做过很多，比如我喜欢和小男孩一起玩，然后小男孩他们喜欢爬很高很高的地方，可能2米、2.5米，差不多这样的高度。然后我和他们一起爬上去，然后爬上去以后发现，我下不去了，怎么办？但是我又不想叫我爸爸来帮我，因为我有一点害怕，如果他听到我叫他，他会不会想，哼，你为什么要爬那么高的地方，那么危险？所以我不知道我该怎么做，我就站在那里哭，然后我觉得我哭了很久，因为我哭的我一直在出汗。然后我姥姥就是我妈妈的妈妈，她在楼上，然后她听到我在哭，然后她看，她跟我爸爸说：“哎，丹丹在下面哭。”对，丹丹是我的小名，就是我家里的人都叫我丹丹，他们不叫我魏轩。然后我爸爸说啊，怎么回事？他就下来，然后我爸爸说，你为什么去那么高的地方？一看我就知道他会问我这个问题。我说啊，我不知道怎么办，我不想摔死，我好害怕。我爸爸说，你跳下来，我接你，跳下来。我说啊，我不要，我跳下去我可能会摔死，我不想死。然后我爸爸说，你快点下来，如果你现在不跳下来的话，我就走了。然后你要相信我，我会接住你。我说啊，好，然后我就跳下去，还好我爸爸接住我了，我没有摔死，这是我的第一个很奇怪的事情。好像魏轩小时候是很喜欢运动的女孩。对，对于我来说，我觉得我很喜欢动来动去，所以跑啊、爬呀，我更喜欢。如果让我坐在这里学一些东西，比如弹钢琴，比如画画，对我来说很难，所以我很喜欢动来动去，跑来跑去。你爸爸妈妈应该没有想到你会当中文老师，你应该去当体育老师。对，我妈妈还说，你这么喜欢动来动去，你应该去当体育老师啊！你还很喜欢看电视，为什么奥运会没有一个看电视比赛的项目？如果有，你一定是冠军。对，好，范范呢？范范小时候做过奇怪的事情吗？我觉得我好像做过很多很多奇怪的事情，但是我跟魏轩不太一样。我小时候不喜欢跑，也不喜欢跳，我非常喜欢唱歌，对，我喜欢跳舞。那小的时候，我看电视，然后很多歌手，很多明星，
他们拿着这个麦克风在电视里唱歌，我觉得哇，这也太好了吧！我就想成为他们。然后我一个人在家的时候，我就会可能拿一个杯子站在镜子面前唱歌。可是我觉得我不太好看，因为那个时候我是短头发。我妈妈觉得你要上学，每天早上要给你梳头发很麻烦，所以她给我短头发，留很短的头发。所以我唱歌的时候，我觉得我跟电视里的人不一样，他们有很长的头发，很好看，可是我的头发很短。然后我就去找我的毛巾，就是洗脸的时候我们擦脸的那个毛巾，我披在头上，就当做我很长的头发。披上之后，我就觉得我有很好的感觉，然后我可以唱得更好。对，然后我拿着杯子或者拿一支笔，然后我就对着镜子唱歌。我觉得我唱得非常好听，这个是我小时候很喜欢做的事情。我的邻居他们都知道我很喜欢唱歌，这个是我可能有时间就会做的事情。对，很多人还会练习，比如说你可以拿着就是洗发水，或者是沐浴露，我们洗澡的用的东西。谢谢大家给我这个奖，很不容易，还要假装哭。我唱歌了20年，对，你有没有做这样的事情，范范？我觉得我有做过，什么就像自己开一个演唱会的感觉，对，然后我还会假装跟大家握手，你好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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这边的观众，那边的观众，谢谢大家的掌声，举起手来。对，就那个远方的观众，你们好吗？我会说深圳的朋友在哪里？在这里。蒙古的朋友在哪里？在这里。对，对，我小时候可能跟范范很像，我也是短头发，也喜欢唱歌，那个时候我记得我很小，我跟我的外公一起住，不跟爸爸妈妈，所以没有人教我。我记得冬天的时候很冷，我容易感冒，我就会有鼻涕。鼻涕就是鼻子里有水，就是会出来。你们猜我会做什么？你不会吃掉吧，志飞？对。天哪！可是鼻涕很咸。范范为什么知道鼻涕很咸？舔一舔。范范也吃过。对，你可以舔一舔，还挺好吃的。所以小时候每次感冒都是有一个新的零食，就是鼻子里流的水。所以如果你感冒，你可能吃的是黄色的零食。因为每次颜色都不一样，或者绿色。天哪！或者绿色，我的眼泪都出来了。所以小时候嘛，大人就会说你要用纸巾擦一擦。我说不要，这么好吃的东西不要擦掉。志飞，你知道吗？在北方，因为冬天特别冷，就是大家会这样，就是把鼻子这样擦在衣服上，然后因为冬天很冷，这个就是那个水会冻住，所以你可以观察哪个小孩子他的衣服这个地方特别亮，就是经常擦鼻涕。还有就是他的衣服会很白，一条一条白色的。好，我们要问一下魏轩，你小时候是不是做过差不多的事情，也是和鼻子有关的？对，但是我小的时候没有吃过鼻涕。我小的时候是，有一次，在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节日，是中国的春节，2000年，我们说是2000年，春节的晚上
我和爸爸妈妈坐在家里面，我们一起看所有的中国人都会看的电视节目，叫春晚。然后我们一起看，然后我就很无聊，我想啊，我就这样抠我的鼻子，突然我觉得，好像有鼻涕，一摸，不是鼻涕，是血。然后我就开始大哭，我说我要死了，我流血了，我不想死，我不想成为进入新世纪第一个死的人。然后我爸爸妈妈看，他们说没关系，你只是流鼻血而已。我说我不要流鼻血，流鼻血我可能会死，我不要，我要去医院。对，我觉得我小的时候特别怕死，但是我也不知道为什么。太好玩了。然后我妈妈说你不会死的，你擦一擦鼻子就好了。那个晚上我的鼻子里面是这样顶了一大坨纸，然后在我的鼻子里面，然后一晚上2个鼻孔。对，然后看完了春晚。我觉得抠鼻子是一件很好玩的事情。对，所以我会很无聊的时候，我就开始抠我的鼻子，然后找一找里面有什么东西。在学校有一次在操场上，对，大家坐在那里，我们听老师讲很多东西，我就觉得特别无聊，就开始抠我的鼻子，找一找里面有什么东西，然后也是开始流鼻血，对，而且流了好多好多，然后也把自己吓到了。你也不想死是不是？我也不要死。范范呢？你还有做过什么奇怪的事情吗？我觉得我好像没有跟鼻子有关的，但是有和嘴和舌头有关的事情。我小时候很喜欢去吃一个东西，就是去舔，这样。然后你们知道，我住在东北，东北的冬天非常冷，差不多-30多度，-40度。哇！然后呢，我住在农村，一般就是不是很高的楼，我们在农村没有楼，所以只有1层的这种房子。那可能有些人很担心坏人来到他们的家里，所以他们的门会用很粗的铁的链子给绑上，对，然后绑上这样的大门。我会觉得为什么他们家的铁链子这么粗，看起来很有意思。然后我就想去尝一尝，对，看起来很好吃。我想去尝一尝这个铁的链子是什么味道。然后我还没有吃，我只是想用舌头先舔一下，我的舌头就粘在那个铁的链子上面，拿不下来了。天哪，我很着急，怎么办？然后也没有人来帮我，我真的很着急，我就把舌头拿走，然后非常用力的这样拽下来，我的舌头就流血了，流了非常多的血。所以后来我知道，天哪，我再也不能吃铁链子了，一点都不好吃，不好玩也不好吃。听到这样的故事我都很羡慕，因为我在南方，冬天没有那么冷。大家能等我一下吗？我觉得我得擤个鼻涕。可以我很快。哎呦，直接吃了吧，回味一下小时候的味道。是，等你们走了我再吃。还有很多。你要独享。我小时候也很喜欢用嘴做一些事情。对，我记得我们家，我的爸爸妈妈特别喜欢，用塑料袋，比如说电视机的那个遥控器，或者是空调的遥控器，上面都有塑料袋，因为他们觉得这样比较干净，比较好，可以保护它。不知道为什么，我小的时候特别喜欢咬那个塑料袋，所以我经常一边看电视一边咬，就是很无聊。
所以就是一直在咬那个电视遥控器的塑料袋。可是我也不想告诉我的爸爸妈妈我做这么奇怪的事情，所以他们回家就说：“咦，这个塑料袋坏了啊，是有老鼠在咬这个遥控器的塑料袋。”我就说：“是，可能是老鼠，反正不是我。”我看到塑料袋我就很想咬，志飞，你上辈子是不是一只猫？你和我的猫很像，它也喜欢咬塑料袋，不知道为什么。现在你们还会像一个小孩子吗？或者在跟谁在一起的时候像小孩子？范范，你先来说一说。好，我觉得其实我小时候是比较成熟的，因为小的时候我的父母不在我的身边，所以可能我听别人说话的时候非常认真，我会观察他的表情，看看他有没有生气或者有没有不高兴，我会说一些让别人开心的话。但是现在长大了，我可以自己赚钱，然后我可以自己生活，我觉得反而像一个小孩子了，我可以过我自己想过的生活。对，所以现在我可能不在乎很多东西，也不在意那么多人或者别人怎么想，别人怎么看，别人的看法，这样的东西我都不太在意了。所以我觉得我现在更像一个小孩子。跟我男朋友在一起的时候，我们两个都是小孩子，就是你们知道，小孩子说话，他说很多字是两个字一起说，比如说，我想吃饭饭，对，我要喝水水，这样。对，我们两个平时在家说话都是这样说。你跟你的男朋友谁更像小孩子？我觉得他更像小孩子。就是他会更喜欢跟我撒娇，对，所以说话的时候都是用那种小孩子才会说的词。就是我们两个平时在家的时候，好像不是两个大人，就是两个小孩子在过家家的感觉。过家家是我们小时候会玩的一个游戏，就是你来做爸爸，你做妈妈，他做孩子。对，所以我们两个现在好像是在做那个过家家的游戏。对，问一下魏轩吧，你现在还像小孩子吗？然后你跟谁在一起的时候像个小孩子？我觉得我很多时候都像小孩子。你们觉得我和谁在一起的时候像一个小孩子？不止一个人。你们可以想一想，你们猜猜。你妈妈，你老公？对，你妈妈。对，我妈妈，我老公。还有我女儿，我跟她在一起的时候也很像小孩子。我跟我妈妈在一起像小孩子，就是比较自由的那种感觉。就是比如说，在家，我妈妈坐在我旁边，然后她说：“哎，你的脚趾甲好像已经很久没有剪了。”我说：“啊，不管它，就这样。”然后我妈妈她会拿那个指甲刀过来帮我剪。然后其实我会觉得有一点不好意思，然后我爸爸也说：“哎呀，你干什么？让他自己做。”然后我觉得我妈妈可能她会想帮我剪，就是有一点在想照顾，像在照顾小的时候的我一样。然后我就会让我妈妈帮我剪。对，这个是我在我妈妈面前的样子。然后跟我老公呢，就可能有一点像范范和你男朋友在一起的那个样子，就是两个小孩，然后可能会互相开玩笑啊，然后打架啊，你推推我，我推一推你。然后跟我女儿呢，就是像更小的小孩子，和差不多和他一样年龄的1岁多的小朋友。对，然后我说你要不要吃饭？他说要。我说那我们来吃饭。然后他说要。对，这个是跟我女儿在一起的样子，就是也会像小孩子，但是和不一样的人会有一点不一样。那你上课的时候，在跟学生一起，
或者跟我们一起，你也会觉得自己像小孩子吗？有的时候会，尤其是我跟你们开玩笑，还有上课的时候和学生开玩笑。我在我的家人面前，我觉得有一点像范范，就是小时候不跟爸爸妈妈一起，所以我在他们面前我不是孩子，我很难做孩子。我可能会想，我要说什么他不会生气，我要说什么可以让他高兴。我记得我的前男友，他们都不喜欢我像小孩子。如果我说话像个小孩子，或者做的事情，他们可能会说：“你为什么要这样？我觉得这样很奇怪，请你以后不要这样子。”对，他们好奇怪。对，我就想他们很奇怪，对，他们觉得你这样很奇怪，你为什么要像个小孩子？到现在的男朋友，我们两个在一起的时候就是两个小孩子，跟范范和魏轩是很像的，所以我总是欺负他，欺负他就是可能会打他一下，或者说他一下，笑一下他。对，所以我总是欺负他，然后他一开始也觉得你这个人有点奇怪，你为什么要做这么奇怪的事情？对，再加上我是中国人，那有的时候我的男朋友就不是，有的时候好像说的我有很多男朋友，可能是有一些约会过的人，他们不是中国人，就会觉得我有一点不适应这个。但是现在的男朋友已经可以开始跟我一起像个小孩子，他会觉得原来这个很好玩，这个很好笑。我说到这里又忘了自己要说什么，就像魏轩说的，有一点懵懵的。对，有一点像我女儿。你还是一个小孩子。对，比如说他大福他在别的房间玩，然后我叫他大福过来吃水果，我说大福我们来吃西瓜，然后当他跑过来，然后他忘了他为什么要过来，他这样看着我。对，你刚才的样子就是跟大福很像，你不知道你要干什么。我想跟大家说，就是不管我们多大年纪，开心是最重要的。对，希望大家永远开心。魏轩你呢？我觉得变成大人以后，小的时候我们总是想我一定要快点长大，我想挣钱，我想有我自己的生活，这样的话我就不用听我妈妈的话了。但是好像长大以后反而会想以前的生活很简单，然后每天可以吃到妈妈做的饭是很幸福的事情。所以我想和大家说，可能我们的生活里面有很多让我们不开心的事情，很累的时候，很难过的时候，希望大家可以想一想自己开心的时候是什么样子的。对，我也想说开心很重要。然后如果你现在很累，很不开心，或者你可能在一个很难过的时候，那我希望你可以想一想你开心的时候，然后尽快的走出这段时间，让自己开心起来。我觉得我们可以永远是孩子。对，就可能你70岁、80岁，你也还是一个孩子，你跟小孩子没有什么不同，所以想做什么就去做。有些事情感觉很蠢，或者有一些问题感觉很蠢，小孩子不会在意，所以我们也可以没有关系，不要太在意，开心就好。对，那我们今天这期播客就到这里，我们3个都要笑死了。我们下次再跟大家见面。OK， 好，下次见，拜拜。这个视频你听懂了吗？如果你觉得这样的视频对你学习中文有用，你可以看更多我们的视频，你也可以用我们的免费的学习材料去学习怎么用视频学中文，怎么更高效的学中文。你可以在这个视频的说明里
找到免费的学习材料，在小瓜 Chinese，我们帮你说一口流利的中文。